徐伯钧独吞军饷，还拉老子的精锐去打硬仗，害得我裴家军损失了数千号男儿。老子的这些兵也都是爹生娘养的，他们死得，他的儿子就死不得吗？所以您就派刺客刺杀光耀，准备栽赃给革命军的头上，并以此激怒徐伯钧，让他和革命军决一死战，好让我们裴家军从前线撤回来，是吗？没错。徐伯钧那个老小子向来只顾自保，如果我不让他痛到骨子里，他怎么可能去跟革命军打硬仗？可光耀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儿子，官场上没有朋友，明白吗？徐光耀是徐伯钧的儿子，父债子还，这是天理。父债子还，真是枉费光耀一片好心，查到咱们头上来了，还瞒着他的父帅，一切都是为了化干戈为玉帛，以免再生事端。傻小子，你以为徐光耀真的能瞒过徐伯钧那条老狐狸吗？啊，不可能！你姓裴，他姓徐，你们一出生就绑在了各自的战车上。爹，我们就不能不争吗？不能，要么争，要么死，这是老子的命，也是你的命。我不认命。少帅，对不起。爹，你要干什么？儿子，你是打算回上海去当徐伯钧的人质吗？光耀他不会食言的。利益当前，岂能轻信他人呢？我答应了，要送一个朋友回上海。是谭玄龄的妹妹吧？啊！我已经派人把她接回了督军府。爹，谭小姐与此事无关，您不要牵扯无辜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款待她的。督军，谭小姐到了。谭小姐，请。谭小姐，幕府的舞会上我见过你。裴伯父，你也比我上次见您更精神了。哦，您和裴公子站在一起，不像父子，就像是兄弟。哈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嘴巴真甜。因为我一见到你就觉得特别亲切，所以这说话一时没大没小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不介意，不介意。来来来，坐。我还是跟裴公子站一起吧，毕竟都是小辈，哪敢在德高望重的您面前造次。你这个小丫头还挺懂规矩的。物以类聚嘛，不懂规矩，不懂事儿，怎么跟裴公子做朋友啊？好，性子爽快，不扭捏，对老子的脾气。哎，谭司令最近可好啊？不太好，我哥和穆小姐传出绯闻，得罪了徐督军，被徐督军监视起来了。哦，所有人都以为我哥现在春风得意，马上就要成为穆家的乘龙快婿了，但其实他现在就跟火烤一样，走错一步，都有可能换来灭顶之灾。这么说来，谭司令最近的日子不太好过哟。我哥他就是一死心眼儿，非得在督军府的眼皮子底下卑微的讨生活，他还拿督军府看着他那一套看着我。这还好我机灵，跑到北京来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这个小丫头倒是不犯怵啊。跟伯父说说，跑北京来干什么？我想追您儿子。谭小姐，我这个儿子呀，性子可冷得很，多少世家千金追他都碰了壁。你一个马匪窝里出生的野丫头，也想追他，我都替你犯愁。我知道我是马匪窝里出来的，门第低，可是这穆桂英也是土匪窝里出来的呀。照样和杨宗保传出了一段佳话。我哥怎么着也算是上海司令，您好歹给我一次机会呗。
穆桂英能挂帅出征，你能干什么呀？我呀，我给您准备了份大礼。哦，这是什么呀？当年穆家大少爷穆远航死亡的真相。你怎么可以让四小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哎，她精明得很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事儿，她习惯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的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什么奖励啊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之前盯四小姐那么紧，她去找裴少君，你死活不准。现在她要去北京，你倒是准了。那徐伯君盯我盯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如果是你，有办法吗？亏得四小姐愿意帮你的忙。她，她巴不得去北京去见裴少君。真是亲兄妹都爱折腾。我们不是爱折腾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。如果我把他养在深闺之中，不让他经历任何的风雨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道人心。所以，想让他平安一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，知道审时度势。你是个好哥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什么？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搜到啊？是，他们将整个车厢都仔细搜查了一遍，除了一些衣服和一些细软，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品。督军，您看他会不会真的是去北京找谭桑榆的呀？盯梢的探子说，谭玄林本来是要送他妹妹回江城的，谁知他妹妹在火车站甩了谭玄林的人，上了去北京的火车。事情没那么简单，让你的人到北京以后继续盯着，随时报告谭玄林的动向。是。你怎么又来了？我看见报纸就赶紧跑来了，怕你又一个人去喝酒，摔倒了都没有人扶。哎，疼。啊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那天受了点小伤。不好意思啊，那天谢谢你。那你准备怎么答谢我？要不咱俩去吃顿饭，伤也能好得快一些。又胡说。那你答谢我总该有点诚意吧？不能光嘴上说说吧？
啊？好吧，没问题。晚上我请你吃西餐。谭玄龄这事儿办得真不地道。我要是他，有你这么个大美人爱我肯定不舍得让你有一丝丝的伤心。不怪他。其实我从来都没有和他说过我喜欢他。你没告诉他？有些事不必非得说出口。我10岁那年就跟他了，在战场上同吃同住。他要是对我存了半点心思，我早就是他的人了。我真羡慕他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，他对我没那个意思。他看我的眼神和看穆小姐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你看我看你的眼神，是不是和谭玄龄看穆小姐的眼神一样呢？他的眼睛我从来都看不透，但是你的，我一眼就看穿了。看穿什么？自诩风流，实则纨绔。你误会我了。你看看这个，你见过哪个纨绔子弟戴的是这种土作坊打的银坠子？这是我娘的衣物。我娘戏子出身，是我爹收的偏房。打小起，我就和我娘住在督军府后面的院子里。只要我去前院，就会被正房的兄弟们打，他们还口口声声叫我小戏子。也正是因为这个，13岁我就去了保定军校，为的就是离开这个冰冷的家和那些折辱我的人。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经历。这个坠子是我娘留给我的，她临终前塞到我手里说，督军府的日子就像一场大梦，下辈子还是想做个江湖人士，别在这深宅大院里受罪。不说这些陈年旧事了，省得你更心烦。我来这儿是为了让你开心的。原来你不是没心没肺呀，你只是把什么都藏心里了。生活已经很艰难了，没心没肺一点，日子还能好过些。来，敬没心没肺的日子。好。敬没心没肺的我们。你刚刚说是敬没心没肺的是什么？我们啊。我们？你眼里终于有我了。你好烦。